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你说气人吧？既然用我们的地盖房子，那就等盖好了再让我们迁回来嘛。他们倒好，一脚把我们踢到郊区去。房子你说什么都是假的，地段还是地段，你说对吧？现在啊，地铁都四通八达的，郊区的房子也不便宜。那这什么话呀？那好跟内环比吧了，那再远一点出昆山了，直接江苏移动欢迎你。再说了，葱油饼就要开在闹市区，这才有人买呀。哦，跑得那么远，那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？不行，老钟，我一定要跟他们并到底。哎呀，人家都说了，这政策现在是透明的，你怎么并都没用。事在人为呀！哎，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？舅妈，那里拆掉之后是要建住宅吗？哎呀，我也不清楚。这不，这是他们的资料。这好像是安盛下属的公司。啊？哎，苏沫，你认识不认识这里面的人呀？帮舅妈通通路子。哎呀，你别难为他了，苏沫就是个打工的。舅妈，您真的是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可以说得上话呀？哎呀，说真的，我还不信他们了，我就不签字同意，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。王总，上个星期已经联系电梯厂家了，咱们争取总部的电梯改造能够和安盛1期的改造工程同步进行。但是确实楼层太高了，这个运行时间和等待时间肯定要稍微长一点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知道你连着熬了几天，很辛苦，回头给你寄点好吃好喝的补补啊。有交新女朋友了？琪琪，征收工作怎么样了？有几家临街的商铺不太好搞定。既然签约率已经达标，就抓紧办了。这块地对安盛很重要，不能再拖了。你当这些人这么好说话呢？大庭广众的，注意点措辞。知道了，大哥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你学我干什么？什么时候学你？怎么了？进度必须加快，保证交付。记住了，不要给安盛惹什么麻烦，听懂了吗？总之，违法乱纪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，把地交你手里不就行了？你要几个？来2个饼，好好好，一个小米粥啊。哦，你自己拿哈。哇，好了，两个，来。一个小米粥你自己拿哈。好嘞，正好啊。你要几个呀？2个。老板给我来2个饼。好好好。一个小米粥。小米粥你自己拿。等一下啊，拿个吸管，拿个吸管。来，你自己拿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干什么？大叔，快来，你快来！怎么回事啊？你快来看！哎呦喂！停下！你干嘛呢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儿危险，你们别在这儿捣乱啊！我说你们在干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工作，什么工作？我们现在在做生意，你在拆房，你们太不讲理，干什么呢？刚做出生意了。你别人干什么呢？你赶紧堵住那个呀！你别让他把房子拆了，快去！咱们现在可管不了这个了，你有什么意见跟我们领导说去。你领导谁呀？你把领导给我找出来！干嘛呢？停下来！哎，停下来！你砸到我们的铺子了，你听见没有？停！上次说了，除了你这间饼店，其他的全拆，赶快干活吧。不是你太不讲理了！哎，老钟，你把东西拿出来，快点！
说拆就拆，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你们！心里头没钱，你们说拆就拆，真是无法无天了！你们，我看你们还别拆了，再拆我！你们，我跟你们没完！这让我们怎么做生意？这是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你是说告不了他们？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呢，确实有难度，我得再去搜集点资料才行。不必了，现在铺子周围都拆得乱七八糟了，根本没法做生意了，还是赶快给他们签了合同，尽快把这事儿给了结了。你伤成这样，就这么算了？哎呀，再怎么说也是我自己摔的嘛。那他们也有责任呀。生生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以他的性格，知道这种事儿，你说他有心思学习吗？什么房子、生意呀，都是假的。女儿的未来是真的。所以打算瞒着钟生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你们记住啊，千万别说漏了嘴。造孽！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你手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走路的时候啊，低头看手机，一不小心啊，摔了一下。啊，平时还老说我们是低头族呢，你看这不小心自己也弄坑里去了。我看看严重吗？不用看，没事儿，就破了点皮儿。破了点皮儿，包成这样。哎呀，我们这反正也就拆了，铺子都要关一阵儿。再说你爸可以趁着机会休息一下。哎呀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真的？真的，你快回去看书吧，啊，别管我。好，那我去学习了。嗯，回去吧，吃饭我叫你啊。放下，你就让我帮你干点活呗。你手还没好，别给我添乱。早点把字儿签了吧。不签。我们是搞不过那种人的，别给自己添堵了。等我这手伤好了，钟生进了大学，我们也去喝喝咖啡，看看电影。我们的日子虽然比上不足，比下还是有余的嘛。别给自己赌气。佛争一炷香，人争一口气，死人跟活人，不就差这一口气吗？老钟，你说的对，这拆迁协议早点签掉，赶紧和那些没良心的奸商划清界限，看都不看安生2个字，多看一眼都出名堂。你真想通啊？想不通，难道去死？恭喜恭喜啊！一个10平米的小铺子换成2间安置房，合算的。一脚都给我定珊瑚了，可算你的头呀！啊，拆了拆了拆了，拆了，拆了啊！
好，这3条边有3个1元1次方程，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把这3个顶点的坐标求出来。模拟考，数学你怎么做到只错1道题的？哦，我不仔细，少做了1道。不仔细。好吧，那我没问。不得了了呀！本次班级名次19名，按4舍5入的话，应该算前10了吧？你这也叫4舍5入？不是这么算的吗？我算是知道他数学不好是随谁了。不过呢，老三这次进步还是很大的，值得表扬。来，庆祝一下。谢谢。再接再厉啊！哎，你那个当什么当？人家叫终生啊，终生，他想考哪儿？复旦医学院。哎呦，这个对于你来说可是挺难的。不过呢，你要是想靠你女神近点的话，我倒有办法。哎，别张口就说啊，瞎出主意。你继续努力。人家王简刚想好好学习，你就给他泼冷水。今天啊，这一桌子菜啊是特意为你这个考试成绩优异而准备的啊，使劲吃。不行，我不能吃了，我要学习去了。Next morning, my teacher gave me a doll. 干嘛了，冯铁？打球啊，就等你一个了。走，真不去啊？老师。再讲一遍啊！这道题是上次跟我讲的。今天的菜好丰盛啊！是这样的啊，高考呢终于结束了。这3年啊，我女儿实在是太辛苦了啊！咱们多加了几个菜，犒劳犒劳你。来，拿起杯来，祝贺我们终生高考结束，干杯！来，终生，你最爱吃的啊，肘子。谢谢妈。苏沫，你最爱吃的大虾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们看样东西。这什么？你们去拿安置房了？啊，我和你妈是这样考虑的啊，这2间房呢，离市区太远了，干脆把它租出去，用租来这个房钱再租一个小门面，我继续做这个葱油饼生意，怎么样？这个办法挺好的，好吧？不过门面房好找吗？哎呦，好什么呀？贵的租不起，便宜的没市口。舅妈，你不用担心，就有这个手艺啊，还怕没饭吃吗？你别提你舅舅的手，一提我就生气。要不是安胜来这一手，你舅舅的手也不会至于成这。舅妈，吃饭吧。哎呀，反正终生迟早都会知道。所以我爸的手不是自己摔的，是安胜害的。你们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就这么算了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不干什么，我要问问他安胜想干什么。对了，姐，你们公司应该有公众号和微博号吧？有，但是你要告诉我你要干什么，你别吓唬我啊！我不干什么，我就是想发帖，我要把他安胜如何钻法律的空子，导致我爸手受伤这件事情公之于众。我还艾特你们 CEO 王居安，问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你不要这么冲动。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吗？不是说放过他们，而是我们不能一拍脑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如果要走法律流程，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支撑，最好再咨询一些专业人士。你今年是升学的关键点，绝对不可以因为这种事情分心。这事交给我，
也还是把心思花在学习上。咱们老三能考过上海的一本线，这么大的好事儿，全家人睡觉都得孝敬啊！来，你也成年了，喝一杯，祝贺你，臭小子！恭喜你啊，臭小子！谢谢大哥二哥。想要什么礼物，跟你二哥说，二哥送你。说好了啊，不许反悔。那当然。先报个国内的管理专业，然后继续出国深造。这个呢，我早有计划。就是你们两个呢，一直学的是管理专业，到我这儿怎么也得换一下子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我准备报那个野人表演。嗯？什么？什么？野人表演了。你好好说。影视表演。你怎么想学这个？我喜欢呀，我从小从幼儿园开始就排练哈姆雷特，老冷了。是这样啊，1000个人里面啊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你知道啊？哎，那么你算老几呢？你喜欢影视表演，你报个表演培训班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啊。他既然想学表演，就让他去，将来以后毕了业不一定就干这行。闭嘴！哎，二哥，我要当专业的演员。来一段啊，告诉你什么叫做专业。老师好，我表演的是在。你们考表演不是要先艺考吗？你考了吗？考过了呀。对，我听琪琪好像说过，艺考都是在寒假，那说明你想了很久了。为什么之前不给我们商量一下呢？是这样，我那个同学呢，他让我去陪他，给他壮胆，结果他没考上，我考上了，而且终生就在复旦，两个学校离得又近，杆儿。所以你是为了那个终生是吧？你要这么说也不是不行。哎，哥，你不用说话啊，我已经有自己的打算，我的未来我做主。你辛辛苦苦读书读到大半夜才考过了一本线，你就要这么浪费掉吗？我辛辛苦苦读书也不是为了上好学校的呀，不要本末倒置好了。内心的愉悦难以平复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小王，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老二，你也是啊，消化一下子。你这小子！哎呀，你来打我！你来打人呢！你给我坐开！打人不打你啊？别白费力气了，爹妈的话都不听，还能听你啊？要是你妈在的话，还控制得住她。你在这儿你妈我妈的有什么用啊？还是想想她现在能听谁的。三少爷听谁的？我现在怎么知道啊？有件事儿想找你帮个忙。工作上的事儿，王总尽管吩咐就好。之所以是帮忙，肯定不是指工作上的事儿。钟生准备填报复旦。嗯。现在王简铁了心了要学表演，就因为这个学院在复旦隔壁。所以呢？所以这明显是一时冲动啊！希望你让钟生劝劝他，别人的话他现在都听不进去，但一定听钟生的。填报志愿是王简个人的事儿，钟生没有发言权。那作为王简的好朋友，钟生有没有必要给一些善意的提醒呢？正因为是朋友，钟生有可能会支持王简的选择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，喜欢用自己的逻辑去绑架别人的想法。什么叫像我一样？王简现在做的是情感绑架，他为了钟生选择了专业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万一钟生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责任，因此感到自责、抑郁、焦虑，从而影响了学业，这对钟生也不太好吧？那可不行，所以你必须阻止王简。
制止是一定要制止的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，所以需要你的帮忙。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是完全和钟生没有关系，要不是他突然改变了专业，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。钟生改专业还不是拜安胜所赐？什么叫拜安胜所赐？看来王总还不知道，933地块上面有人受伤了。我舅舅的葱油饼铺就在933。933地块是思威负责的，你是说的强拆了？开发商当然不会明着挑战法律底线，但是他们在舅舅的铺子周围开始拆挖，害他受了伤，他的手不能干活了，现在只能把铺子关了。最终呢，也在协议上签了字。钟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受了刺激，才去改学金融的，这不是拜安胜所赐吗？这件事我知道了，如果你需要让安胜负责，我们会负责到底。但因为这是公事，需要你提起诉讼，提供法律判决。不必了，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说这件事儿，只是希望王简的事儿不要赖在我们钟生头上。你就用这种语气和老板说话？哪种语气啊？这虽然是在公司，但是咱们谈论的是私事儿。于公呢，你是我老板；于私呢，你是王简的哥哥。基于王简对我们钟生造成的困扰，现在的这种口气，已经是很客气了。行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现在不是老板，那也好办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是王简的哥哥，请你一定让钟生劝劝他，这关系到他的将来，拜托了。王简的决定我会如实转达给钟生，但是劝不劝，钟生自己说了算，改不改，王简自己看着办。哎呀，这男人逛街啊，的确是很累。不过呢，跟美女逛街确实一点都不觉得累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啊，就这样，拜拜933地块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办的这些烂事儿都是跟谁学的？说什么呢？是不是有人受伤了？哦，你说那个钉子户吧，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怪谁啊？我说过，拆迁工作绝对不能遇到这种麻烦。什么叫麻烦啊？我一没断水断电，二没闹出人命。你和强拆，50步笑100步。少拿这种态度来教训人。一个钉子户至于这么操心吗？他就是老三喜欢的那个学霸的父亲。这么巧啊？那你的意思说就是埋怨我没给老三开后门了？谁让他不早说呢？事后诸葛亮有意思吗？你闭嘴吧。这件事情不管是谁，你办的都不在道上。我只知道我和你不在一条道上。哎，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老三也没提，你从哪儿打听到的？这你不需要知道。你真的很奇怪，知道吗？我的权限不是已经从安盛的核心业务当中分离出来了吗？我只要按时交地，至于我怎么做到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作为大哥，难道就不？那你现在是我的大哥，还是安盛的总裁？如果你是我大哥，你怎么会回国第一时间给我下了一纸调令？如果你是安盛的总裁，你怎么会在乎于拆迁项目当中的细枝末节？你带着情绪看问题，我们的确不可能走到一条道上。彼此彼此吧。你我只能到这种程度，对吗？到这种程度，都是祖坟上冒青烟了。还有王简的事情，我要提醒一下你，该放手时就放手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，抓得越紧就越容易失控。真的把他逼出好歹来，这是我们两个都不想看到的。
姐，我收拾好了，你快去洗吧。生生，你决定去学金融，是不是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啊？姐，你怎么又提这件事儿啊？你在看什么啊？这是你画的，是个什么品种啊？怎么肚子上还有腹肌呢？反了，这是最后一页。哦。我看看啊。生生，我从小学到高中呢就非常喜欢画画，小的时候啊也梦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。但我知道梦想不是说说那么简单，真正能把工作和兴趣结合在一起的人很少。但我真的很希望你就是这样的人。舅舅舅妈在上海不算有钱，但是一个能收租的家庭，他也不算穷吧？你真的要为了赚钱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吗？姐，你搞错了，我真正的理想不是要当医生，我只是想帮助更多的人。小时候，爸妈跟我说，医者治病救人是最伟大的职业。可是，这次我爸手受伤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就算有医生，没有钱的穷人也很难治病。所以，我要想帮助别人，首先我就要变得非常有钱，就像给非洲捐款的那个慈善家一样。你知道吗？他的捐款超过100亿呢。但是他的这些贡献远不如那些非洲的无国界医生，他只是捐赠了他财产的一小部分，而那些在非洲行医的医者奉献他们的全部，是吗？可是你也无法否认，要是没有资金的支持，这些医生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非洲行医。所以，要想帮助别人，首先自己就要成为一个强者。我没想到你已经想得这么明白了，是我小看你了。那当然，而且我数学成绩这么好，要是不学金融，真的可惜了。不过这件事情你千万别告诉别人，尤其是我爸妈他们知道以后肯定会觉得非常幼稚。这种事情只能做不能说。我知道了，我去洗了。画的真的太好了。但我知道，梦想不是说说那么简单。听说你改专业了？对啊，我改表演了。为什么？我喜欢表演啊。我怎么听说你是为了离我近一点去学的表演啊？没有，我的梦想就是学表演，当一个演员。这事儿你不用担心，不完全是为了你。那要是你哥怪罪起来，我可不背锅。他这个人像内分泌失调一样，脾气臭得很，你别管他。你为什么临时改志愿？你的梦想不是学医吗？那个梦想太不现实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了？这不是现实，这是诚实。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所想，不好吗？好。其实，不管你学什么，学你自己想学的就好。小时候大人们都说，条条道路通罗马。可是长大以后才发现，罗马不是我想去就能去的地方。反正你想去哪儿，我就跟着你去哪儿。
你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，我是不会屈服的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动摇我学表演的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人是会变的？我不是指别人，我是指你自己。你现在觉得终生很重要，但是很快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，那个时候你就会怪我，怪我为什么没有阻止你做蠢事儿。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头都快学炸了，才刚过了1本线，但是我去考表演，什么都没准备就过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简单嘛。这个不简单，几千个人里就录取40个，这可比考复旦难多了。我不管别人想怎样，我只管你要怎么样。你是觉得这比学习容易，所以你才想做这个，但是人不能总挑容易的事情去做。关键是它不容易啊，是因为我发自内心的喜欢，自然而然就做好了。你们让我干那些事情，我都不喜欢干。这么心血来潮的就断定自己喜欢干什么，不喜欢干什么吗？我不是心血来潮，只是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该干什么，从小就有人帮我安排一切，直到这次终生转完专业，我也该重新考虑自己该念哪所学校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所有的可能性里，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学表演。我之前不知道我喜欢这个，可当它真的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明白了，这就是我该干的。这是自打你会说话以来，说过最走心的一段话。真的不全是为了终生吗？不是。那我考虑一下。老王，考虑的意思就是你同意了。老王，我爱你，你简直不能再帅了。还有没有别的夸人的方法呀？就会这一句啊。祝你可以顺利的追到自己喜欢的女人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离我远一点。啊，好，离我远一点。好的。你同意王简学表演了？对呀，这是他的理想，我支持他。理想？你是不是觉得王简就不配有理想？需要吗？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混吃等死。我可没这么说。我现在不是你的老板，是王简的哥哥。你可以跟我说说心里话。心里话，我觉得王简这样的，他的理想就应该是赚钱、花钱，或者是创造一个什么商业帝国之类的。反正都跟钱有关。差不多吧。你还真敢说啊！就是想法太片面了。难道您还有赚钱之外的理想？这是什么呀？我的理想。现在说还太早，总有一天我会实现它。